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就是法语如果没有考到 COB7，不好意思，NCLC7对移民是否有帮助这个问题。之前是有出过一期视频，专门讲过如果法语考到了 NCLC7 它的作用的。NCLC7呢大概就是 B2 的水平，然后呢法语的 NCLC5就是说大概对应的 COB5就是B1 的这个法语水平。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可能就是想要分享一些不同的移民项目和工签项目，在这个语言能力下，就是如果假设英语的成绩我们不考虑法语作为第二语言，它对于工签、省提名和意义，它有哪些方面的帮助，或者是说是否有多大的帮助？工签呢，我们主要先讲一个 Francophone 的，就是法语类的一个 Limeal Exam 的封闭工签项目。然后省提名呢，我们会看一下这个法语能力在不同的省提名里面，对于配偶法语能力，假如说配偶到 CLB5的法语和主申请人到了 CLB5的法语，它在不同省份的打分系统里面有哪些帮助？然后我们再回到意义，看一下这个如果法语没有到 CLB7，它这个对于打分，还有就是 FSW 就是 Foreign Federal Skilled Worker 项目的这个就是 eligibility 的加分有多少帮助？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法语考到 NCLC5，就是B1 的这个水平，它对于工签申请有什么帮助？LCC 有一个免利米亚的封闭工签的一个 policy，就是说如果申请人语言到了 NCLC5 以后呢，他可以申请一个 Limeal Exempt 的一个 Employer Specific 的 Work Permit，就是封闭工签。这个呢是叫做英文 Francophone Mobility Work Permit。这个的目的呢是为了促进魁北克省以外的雇主呢去招聘有法语能力的申请人。这个封闭工签呢不需要申请 Limeal。在2023年6月15号之前呢，它的要求还是蛮高的，需要到就是 B2 的水平 NCLC7，然后呢工作岗位呢也必须只能是 Tier 0到3的。后来呢就是23年以后呢，这个项目放宽了要求，这个工签政策呢就说你只需要达到B1 的水平 NCLC5，然后呢你的工作 Tier 呢可以是任何一个等级的，所以哪怕是 Tier 4或者是5这种低技能岗位的呢，只要有法语能力，它也是可以去办一个免利免的封闭工签的。但是呢，这工作岗位呢，就像我说的，它因为是为了促进加拿大的这个法语的发展和保持，所以呢，必须工作岗位在魁北克省外。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雇主呢需要去填一个 Employer Portal 的一个 A number，就是一个电子的 Web Form 的 Job Offer 信息。然后呢，用这信息呢就可以去直接交封闭工签的申请。所以对于很多毕业工签到期的人来说呢，在职的话呢，如果公司没有办法办理 Limeal，然后刚好自己有一些英语能力的话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考虑的延长工签继续给公司工作的一个途径。我们再来看一下，法语如果只有B1 的水平，那它在省提名上面有什么帮助吧？省提名呢，我们主要就分两大块，因为加拿大的省提名呢，目前都是以打分，然后呢就是邀请申请这种，然后呢再给提名证书，对吧？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的。所以呢，我们可能主要讨论重点在于，如果你只有 B2 的法语水平，或者是配偶有 B2 的法语水平，它在哪些省提名项目里可能会有点帮助？先说结论吧，可能帮助不是很大。配偶的呢，有3个省提名项目打分是可以，3个省的省提名是可以用配偶的法语成绩来打分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法语到了 NCLC 的4或者5呢，它可能都会给一些加的分数。然后申请人就主申请人，如果第二语言的法语他有语言成绩的话呢，他在 AB 省、安大略省、萨省、MB 省，就是曼尼托巴，还有New Brunswick、BEI 以及 Newfoundland 这些打分系统里面呢，它都会有一些 bonus points，我们可以详细的来再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PNP 省提名项目打分系统里，如果配偶他有一个法语能力的话，对于哪些打分系统或者哪些省份的省提名呢有帮助？我们搜集了一下，目前呢就是有3个省的省提名项目呢，它是给配偶的语言能力分数的。第一个呢就是阿尔伯塔省的这个 AIP 下边的毕业生的结业项目，它是一个企业家的省提名项目，需要是就是本地毕业的学生申请的话，它是。对于配偶呢，如果你语言到了 NCLC5，就是说你的英语或者法语其中一项呢到了这个 Level 5的话呢，是给10分的 bonus point。这个打分表呢，满分是125分，所以呢，这个法语的能力呢，其实是给了 8% point。第二个省提名项目呢是 NB 省的New Brunswick 上面的一个 SIS 省提名项目。这个省提名呢跟 AB 的一样，就是说如果配偶他法语或者英语其中的任意一项呢到了 CLB5的能力呢，就给5分的 bonus points。那他们这个打分表呢满分是100分，所以呢等于有5%的 bonus。第3个省提名项目呢是爱德华王子岛的 PEI 的打分系统 PNP-EOI。这个呢，它对于语言要求稍微高一点。如果配偶呢英语或者法语到了 CLB6的等级成绩的话呢，它也会给5分。然后呢，这个省的打分表呢也是100分的满分，所以呢它也占了5%。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PNP 省提名打分系统里边如果申请人具备法语能力，通常呢是作为第二语言的法语呢，就是说它给申请人的加分情况。这个呢省份就比较多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最新推出的 AB 省的 AIP 的这个 WorkerStream EUI， 就是 AB 省的省提名打分。那像 AOS 这些项目都是在 AB 这个 EUI 里面打分的。那它给了申请人如果有法语 NCLC 等级 Level 4，那这个比 B1 还要低，就是说它会给 bonus 分数3分。但是 AB 省的打分表呢满分是100分，所以呢这个也就是 3% 的加分。安省的打分系统呢，它其实是同一个打分表，只是说不同的省提名项目呢，它可能会使用打分表里面的不同的打分项。对于 Master Grad 和 PhD 这种省提名项目呢，如果它有双语能力，就是 Two Official Language 呢，是会有10分的bonus points 的。但是呢，你只要会一项，比如说英语的话呢，它就有5分，所以它实际加的分呢是有5分，只有5分。同时呢，它对于法语的要求呢是要高一点的，就是要至少到 CLB6。对于留学生类别呢，这个5分的额外加分呢，这个比重其实是非常低的。但是对于硕士还有是 PhD 这一类的话呢，这个5分的加分呢，它其实比重就会显得更重要一些。第3个省呢是萨省的 SIMP 的打分系统。SIMP 的 ISW 这个项目呢，就是海外工作经验这种的，它的语言呢是分不同等级加分的。所以呢，法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话呢，如果有了CLB4 的等级呢是加2分的，如果 CLB5 呢加4分的，如果 CLB6 呢会再加6分的，到 CLB7 呢会直接加8分。所以呢，它这个保底，哪怕你法语可能就是只有 CLB4，这个比 B1 还要低的话呢，它也是能给额外2分的 bonus points 的。然后这个打分系统的满分是110分。第4个省份呢是曼尼托巴。MPNP 下面呢，法语作为第二语言呢，就是说你只要到 CLB5 呢，它都会给 bonus points。一个呢是给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eams，这个呢打分系统满分是1000分，因为它有500分的一些其他的就是 additional points 加分项，所以呢这个法语呢在这些其他大的加分项面前呢，可能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但是对于就是 Skill Work Overseas 这个项目的话呢，那它的法语加分呢是能够给5分的 bonus point， 这个打分表呢也只需要100分，所以呢这个还是能够加5% 的。NB 省的就是新布朗New Brunswick， 它的意义打分表呢，刚前面提到了 Pell 呢是有加分的。然后呢，如果主申请人法语到了CLB5 的等级呢，也就是 B1 呢，它是给4分的 bonus points， 这个呢就只有 4%。那如果是 NB 的 Skill Worker Stream 呢，这个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它的要求呢，只是说对于法语的就是加分门槛呢是低一些，只需要到 CLB4， 那这个呢也是能加4% 的，满分100分的话，它加4分。最后一个呢就是纽芬兰的2个省提名项目呢，就是说一个是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 这个企业家的项目，然后呢一个是本地毕业生的企业家项目。这2个企业家项目呢，如果作为第二语言来说，法语到 CLB5 呢，它是给8分的 bonus point。他们的打分表呢，2个项目分别是110分满分和122分满分，所以呢还是稍微有一些帮助的。OK， 我们最后再来聊一下 EE 里边法语这个加分，如果没有考到 CLB7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其实之前我们在讲 CLB7 法语的视频里面也提到过。首先呢，左边呢就是 FSW， 就是 Federal Skilled Worker 这个项目的，它有一个就是自己项目的打分表，就是说申请人必须满足67分的最低分数 ，out of 100， 就是100分里面有67分才能够入池到 EE 里边。那这个67分的这个算分表里面呢，如果您作为主申请人，就是说他的第二语言是法语之类的话呢，他到了 CLB5， 也就是 B1 的 NCLC5 他是给加4分的，4分 out of 67分。然后呢，67分在这里写着呢。然后呢，在 EE 的打分系统里，就是1200分的那个，当然呢，邀请分数肯定不会1200分，就是这个 CRS 打分系统呢，通常如果你看到总分，比如说几千分，但是呢，就是邀请的可能只有300、400或者是500这种情况呢，它其实肯定是因为这个打分系统里面呢，它有非常大的加分项，比如说像联邦的 EE 呢，那你省提名加600分，对吧？就是说一般就包括刚前面提到曼省那种情况，就它有些情况呢是会就是给你非常大的一部分加分项的。回到 EE， 就是 CRS 打分系统里面呢，它语言的分数呢，作为第二语言，你的 second official language，如果是法语的话呢，假如说你只有 CLB5 和6分呢 ，CLB5、CLB6 这个就是大概 B1 的一个水平吧，那你每一项的加1分，总共呢也就加4分。所以假如说现在 EE 邀请呢是400分，那你加4分，I don't know 1%，对吧？那现在500分呢，那其实是这个加分的帮助会更小。